好特别的香味，身体的痛似乎被抚平了。有人匿名提供消息，江家千金江月英和野男人在这家酒店激战，又是一面好。刚才姐说几句了，那个男人是谁啊？我没有。好好看，你跟野男人鬼混的新闻已经传遍整个京海，江家颜面尽失，集团股票暴跌，江家没有你这么不知廉耻的女儿。老婆，别生气了啊！爸，昨天晚上是怡儿带我去的酒会，我喝了一杯果汁之后，我什么都不知道了，爸。表姐，你怎么能欺骗姨父呢？昨天晚上你明明喝了很多酒的，我说我要送你回，结果你说你没玩够，让我先回。怡儿，你好了，都别吵了。月英，你现在名声已经臭，京海你是肯定待不下去了。让怡儿把你送出国算了，我们走。爸，这不是去上国，谁说我要送你去机场？我是要送你去上国，送你去上国。我不能死在这儿。啊！下一天给我停车！给我追！是。宋总，这林子这么大，天还这么黑，这怎么找啊？少废话，赶紧给我找！是。我得想着法子激他出来。江月英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是我给你下了药让你失声，也是我找狗仔曝光的你。只有你死了，我妈才会顺利嫁给你爸，我也可以成为江家唯一的千金。这一切居然都是他亲手设计的，还不出来？看来得下一位猛料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去年你妈妈的死，它也不是一场意外。姐夫，你说我们这样，要是被姐姐知道了，她会打我的。你放心，那老女人，她要是敢动你，我直接把她赶出江家。那我们，家九、柔柔，你们两个竟然！江月英，你给我出来呀！你就这点胆量是不是？快出来找我复仇啊！3年前你爸去世，我妈主动将你们接过来照顾，没想到是引狼入室。珍珍，怎么会是你？我听说你被赶出国，想来送送你，我就跟在你的车后面。那刚才宋玉儿说的话，你都听到了？月音，你被江家赶出来了，那你以后怎么打算？我要出国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现在的我还不足以抗衡江氏，而且我需要时间处理私事。什么私事？我怀孕了。6年了，他们欠我的，是时候连本带利讨回来了。妈咪，我看过你的新闻，你今天有怀孕，而且是在营哦。创可贴是你的开运好物。谢谢宝贝。星盘算命都是假的，有科学才是真实可靠的。茵茵，珍珍，我今天晚上可是给你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欢迎仪式哦，记得来哦。走啦。进来吧。
欢迎美女回家。这家会所的男公关花样贼多呢。我啊，给你点了头牌，女人嘛，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哦。这欢迎仪式真嗨，难怪要等2个小家伙睡着。不愧是头牌，长得真帅，这么刺激的出场，难道是什么cosplay？没事吧？我看过好像参加夜总会的，这里是苏总分家，送他的时候低调点。我又不是没见过男人，为什么靠近他的时候心跳的会这么快？你想要活命就别出声。我们现在是在玩角色扮演啊，玩什么玩啊？是刚才被玻璃划伤的吗？这也太敬业了吧！必须在网上给他5星好评。你干什么？你的脸破了，和你这紧。只是碰一下就这么抗拒，难道是卖艺不卖身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苏。不行，不能让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苏。哎呀，算了，以后也不会再见，别有他误会吧。其实这个头好晕啊！那个酒的后劲儿这么大吗？我在妈咪手机里装了定位，显示她就在这里。那我们快点进去找妈咪吧。保安肯定不会让我们2个小孩子进去的。有啊！所以说，祝你们帮我们找妈咪吧。这2个孩子给我一种莫名的亲切感。你们妈咪在哪？珊珊阿姨说带妈咪来这里爽一爽。这种浪荡不负责的人，怎么配当母亲？其他人把你们找。是苏总。东西拿到了吗？拿到了。老大以身作饵，引开他们，你们才能顺利得手。老大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老毛病犯了。那个郡国有凤尾花的那个小姐，只有她才是我的解药。怎么回事？老大，后车追尾了，我去看看。怎么搞的呀？先生，真的不是我的责任，是这个辆小朋友在这催啊。哎呦，怎么又是你们？这怎么回事？你能帮我找吧？他们的妈咪到底是谁？这么不省心。我应聘上了 Lisa 珠宝集团的高级珠宝设计师。按照集团规定，新员工都需要在基层历练。今天是上班的第1天，希望一切顺利。喂，还不赶快来招待我！蒋月英，是你啊？你还有脸回金海？错，金海是你家开的。你回来也好，我就能再搞死你一次。你说错了，这次轮到我让你死了。江月英真的变了，不过那又怎么样？她现在就是个小小的柜员，我照样能把她踩在脚下。我今天是来买玉镯的，以前的事情就不跟你计较。你把你们店里最好的玉镯给我拿出来看。这个翡翠玉镯
是这个店里最贵的，价值100万。怎么回事？王店长，你们新来的这个店员笨手笨脚的，把我最喜欢的玉镯给打碎了。没有，这个手镯是这位小姐故意打碎的，不信你可以查监控。王店长，我是你们店里的 VIP， 我要求你把他给开除了。玉镯我来赔，业绩算你的。啊，既然你还犹豫什么？难不成你以为他能赔得起玉镯呀？这个玉镯我来赔。这个玉镯我来赔。是苏苏，昨天晚上的男公关。这男的我似乎在哪里见过。好的。出手就是黑卡，这年头做鸭这么赚钱的吗？是。宋怡儿肯定经常出入夜总会，该不会认出苏苏是男公关吧？要是他在公共场所挑拨这件事儿，那苏苏岂不是会很难堪？他是我男朋友，苏不劳你的关系。妹，你早上测速，妈咪今天会遇到小人，还是我去帮妈咪。上遇到乐乐帅大叔，你为什么要请求他帮忙了？好了，别哭了。妈咪第一天上班，我们都很开心。给我们看看吗？这个叔叔长得帅，有钱还热心，总算找到一个配得上妈咪的男人了。不知为什么，完全不忍心拒绝这2个孩子的要求。好吧。那个大师把我扶送过来，我明明他在马咪受欺负了，你为什么要支持我去帮马咪，还要躲起来眼睁睁的看着马咪跟着那个男人跑吧？楠楠哥哥，难道你没发现帅叔叔认识马咪吗？你们在旁边玩会儿，我进去一下啊，处理点事情。既然他们认识，那我要把英雄救美的机会都让给帅叔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让帅叔叔当我们的天敌呀。你刚才为什么说我是你男朋友啊？我还不是为了保护你吗？保护我？还是不提缘由了，免得他觉得我看不起他。算了，没事儿。哎，你刚刚帮我赔的手镯，我还是要还给你的。没事，小钱不用还。哎，不行，你给我个联系方式吧，我每个月定期还给你。虽然他做男公关挺赚钱的，但那天看他高难度表演，这钱赚的也不容易呀。行，那你慢慢还吧。那我可以走了吧？好了，宝贝，咱们要睡觉啦。妈咪，我今天和哥哥去找你的时候，看见你和一个帅叔叔手牵手跑了，他是不是你给我们找的新爹爹？不是，妈妈怎么可能给你们找个男公关当爹爹？不是，男公关？没什么，宝贝快睡吧啊，晚安，晚下。关人关灯啊。好，睡吧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查清楚帅叔叔的身份。妈咪说帅叔叔是男公关，我也见过他从这家会所出来。可是我才不信帅叔叔是那种人，我要查清楚。明天和斧头帮虎拼，我安排的演戏。小北头，今天走不了。妈妈，那位寝室妹妹就在这里。奶奶大半夜不睡觉，跑来这儿干什么？什么？
哎，你干什么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你为什么抱着我女儿？宝贝，暖暖，那不是你的。当然了，我女儿怎么了？凤尾花，难道她就是我要找的女人？不许给我抹面，帮我找报警！是我太心急了。她究竟怎么了？没怎么了，她就是睡着了。妈妈，我们先带朗朗回家检查一下，要是朗朗出事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怎么了？那小家伙冷脸的样子，还真跟老大一模一样。你嘀咕什么？没事，你去给我查一下，看他6年前有没有去过那里。是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那个凶巴巴的男人要开始打我的时候，帅叔叔及时出现，打倒了他们，救下了我。你1敌3，这不太可能。是我亲眼看到的。小鬼头，今天走不了了。什么呀？啊！哎呦！啊！妈咪，我能平安回来，多亏了帅叔叔，你是不是应该谢谢他呀？是应该谢谢他，那我怎么谢谢他呢？以身相许怎么样？啊？小姐，最近有人在调查6年前南野大酒店的事情。什么人在查？对方很谨慎，我们没有调查到对方的身份。 6年前，我设计让江月一失身，这件事情要是被查出真相，会毁了我苦心营造的名媛形象。你安排下去，放出假消息，误导来查的人，切记一定不能让他们查出当年的真相。是，小姐。苏苏，你们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我了，真的非常谢谢你。 没事，不客气啊。倒是这个小丫头，我们俩见了好几次面，我们俩还是挺有缘的啊。哎，对了，你哥呢？请他吃饭，他请你们请，我就不去了。我哥呀，忙着写作业呢。还真是一个早慧的孩子。妈咪，我要去买奶茶，你们慢慢聊。好。 不要乱跑啊！去吧。慢点。你最近工作怎么样？还行啊。那行。让你做的事，举手。没事吧？我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在买奶茶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那个小哥哥在插队，所以我就举报了他，所以他就推我。宝贝，你没做错，妈咪给你好。你以大欺小，必须给我女儿道歉。爸爸，那个女人欺负我。谁欺负你？是你欺负我儿子，臭女人！ 欺负我儿子，让他给你道歉，到底算个什么东西？就是有你这种令人憎恶的家长，才会生出如此无理的凶孩。少打！放开！道歉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啊。我被人欺负的时候，从来没有爸爸保护我，也不知道我的爸爸好不好。 喂，暖暖还好吗？他已经睡着了。对了，他今天说的话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你能告诉我这2个孩子的父亲是谁？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我的私事，不方便透露。早点休息，晚安。好。我才认识他们几天呀？
就这么关心人家私事。进来。苏总，您让我查的事情查到了，怎么样？结果怎么样？江云一有没有去过南野酒店？6年前他并没有去过南野酒店，所以他应该不是您要找的人。这不是你，还能是谁呀？妈咪，我想吃这个。好，妈咪给你买。江月音，又是你！我刚才听他叫你妈咪，这两个该不会是你的野种吧？宋玉儿，你嘴巴放干净一点。像你这种人尽皆夫的女人，还在乎脸面呢？哥哥，像这种很烦的人，讲道理是没用的。那可怎么办？躲呀！我就是小三。你这小屁孩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个阿姨勾引我爸爸，害着我爸妈要离婚了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在那瞎说。我才是个孩子，我会撒谎的。我平时最讨厌查着别人婚姻的小三了，打死你！小管管，你可真行！保护妈咪，仔仔有责。不过还是得找个爹地保护我们3个。妈咪呢？是我要来找你的，是我用妈咪的名义来找你的。那你找我做什么？给你出500万。500万？你哪来那么多钱？是我偷我哥哥的，虽然他老是板着脸，可是他是一名电脑高手，他很擅长理财，所以这些钱都是他的。你妈咪知道吗？妈妈想要让我们像普通小孩一样长大，所以我们什么都没有告诉他。那你把这么多钱给我，你想做什么？我要把你买下来呀！买我？你确定？你不要再当男公关了，当我爸爸好不好？我每个月都给你发工资，只要你对我和哥哥和妈咪好就行。你就这么想要一个爸爸？很想要，有了爸爸妈妈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小管管，你怎么又说不想要就走掉？哥，对不起。你怎么也在这里？他要买下我做你们的爸爸，来保护你们。不用了，我们保护好妹妹和妈咪。我们走。少爷，林叔，您刚才看什么呢？那2个孩子呀，特别像您，尤其是那个小男孩，简直像少爷小时候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。或许我的调查方向错了。今天请你帮我个忙，想让你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明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宴会，帮我选一选穿什么。当然可以。哎，等等，过来，头发有点乱了，帮看看哪一个更适合爸爸呀？是这个吧？哇，爸爸好帅呀！你这是背后系领带。好。下来。不就是系个领带吗？为什么我会觉得紧张，心也砰砰乱跳？不得不承认，他很好看。怎么了？我是不是勒到你了？
对不起，我是第一次跟你讲。没事，你记就好了。就要拿我来练手了。原来他从未给别的男人送过领带，我是第一个，感觉还不错。有戏。今天的宴会是不是就会做一个出席？就是那个富可敌国又十分神秘的苏总。苏总一般不轻易在公开场合露面，所以这次一定要把握住机会，由我攀上苏总。苏总到了。是他，江月英的男朋友。苏总，晚上好。哎，是你。原来苏总还记得我呀。像江月英那种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女人，哪有我有吸引力？只要我勾勾手，还不是乖乖上我的床？我是宋怡儿，你女朋友的表姐。上次我们在珠宝店见过她。哦，既然是表姐妹，那为什么那一次在店里摆烂呢？哎，苏总，那只是姐妹之间的玩笑罢了。来，苏总，喝一个。你好，苏女士。你给我等着！放眼京海，就没有我得不到的男人。是他，他肯定是来找苏总的。哼，不过苏总已经走了，就算我对他做点什么，也没有人给他撑腰吧。王夫人的耳环丢了，店长让我给她赶紧送一套。人呢？江月英，宋怡儿，你疯了！哎呀，不好意思呀，我手滑了。你如果敢打我，我就告诉大家，6年前你是被江家抛弃的那个放荡女，你还敢吗？我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，但要是被男人软软听到，会给他们造成一辈子的心理阴影。哼，像你这种满身污点的人，凭什么做苏总的女儿？他说的苏总，该不会是苏苏吧？江月英，你看看你现在穿着廉价的衣服，还生了2个孩子，脱了衣服以后满身是伤。苏总玩2天就让你玩腻了，而我才是那个最配得上苏总的女人。白日做梦。张八是一个男人的身份，同样，任生文也是一个勇敢的精神。像你这样尖锐刻薄的嘴，我真不信。苏总，我刚刚只是开个玩笑罢了，开个玩笑。玩笑是吧？来，丽叶，你给他开玩笑。还真的是。放心，我来兜房。宋怡儿，我忍你很久。江月英，你竟敢！他有什么不敢的？她是我的女人。这是第一次有人如此看我。苏总，我虽然是月英的表姐，但是有些事情我也不应该隐瞒的。江月英的私生活混乱，6年前跟一个男人一夜情，还生下了2个野种，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吧？这事我早就知道了，我不在乎，我喜欢就好了。虽然知道苏苏是在演戏帮我，但这种无条件站在我这边的感觉真的很好。江月英，没想到你变成黄脸婆还有人当你是狗。我之前能抢走你拥有的一切，就能抢走你第2次。我们走吧。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你们公关部是不是有表演课啊？你一个男公关演几个霸总，挺像那么回事儿的。你一直把我当不然呢？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夜总会吧？你不是男公关是什么？难不成你还有什么别的选择？妈咪，这条裙子是帅叔叔送给你的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是你的贴心小棉袄。是，这条裙子确实是他送给我的。现在还不是表明身份的好时机。
喂，苏苏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哎，对了，你衣服没脏吗？这附近有卫生，我来去。哎，不用。哎呀，不用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妈咪，你等我一下。这个不是我给你做的饼干吗？你给我这个干什么？妈咪，把这个送给帅叔叔吧。为什么？因为帅叔叔帮了妈咪，还给妈咪送了礼物，所以我们应该谢谢他。宝宝说的对，礼尚往来，是应该谢谢他。那妈咪去谢谢他。走。夜总会的经理说，他们这里根本就没有苏苏这个人，他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骗我？芷芷，你真的查到了？是的，稍后我会把照片和视频发给你。行，谢谢你，经理。姐姐，好久不见。别叫我姐姐，怪恶心人吗？以前是我不对，姐姐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有话直说。1周后就是咱们爸妈结婚6周年纪念日，我想邀请你去参加。没想到我刚离开江家，父亲就迫不及待娶了那个人。以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我把你回来的事情告诉爸了。爸说只要你低调做人，以前的事情可以既往不咎的。姐姐，以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。我会去，而且我还会给你们准备份大的。哎呀，礼物就不需要了，但一定要记得把你男朋友带来哦。只要给我接触苏总的机会，我就能把这个男人搞到手。哎，老大，您之前让我做的亲子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，给我看看。他就是我要找的女人，他们就是我的孩子。姐姐，你终于来了。哎，你男朋友呢？他有事儿，没来。那你就自己待着。按计划行事。交给我，妈咪。各位，欢迎各位亲友参加我和蓉蓉结婚6周年的结婚纪念日，希望大家今晚尽情的 happy， 尽情的喝吧！哦，好。江琼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显而易见，他出轨了。这男人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，他当时是怎么对待的我母亲，今天就怎么对待你。我让珍珍跟踪江雄，果然有惊喜。江雄，给我个合理的解释，你告诉我，这你都看不出来吗？白蓉蓉，这明显就是江月英的阴谋诡计，他目的就是想让我们在现场丢脸。没错，江月英，这些照片都是你找的骗子，真正赢的是你。各位，6年前江月英跟一个男人苟同，还生下了2个野种，他自甘堕落，现在想拉我们江家下水，你也太恶毒了。我们不是野种。那谁说我的孩子是野种？她是我的女人，冷冷和暖暖是我的孩子。不愧是我挑中的爸爸，真是帅呆了，酷毙了。江月英，你竟然和……没错，他就是我孩子的爸爸。苏苏也太仗义了吧！为了给我解围，居然找了这么多群演。这群臭鱼烂虾，看着是脏眼。我们走。待的时间越长，越容易露馅，还是先走为妙。哎，你确定不再教训教训他们？
赶紧走吧，还演上瘾了。走。差点穿帮了。行了，戏都演完了，你赶紧让他散了。确实花点出手费。你觉得这些东西联系？不然呢？这些都是真的，你是我的女人，他们是我的孩子。所以你根本不是什么男公关，而是苏氏集团的总裁。没错，那天晚上出现在夜总会，有什么都没原因。就算是又怎么样？你为什么说冷冷和暖暖是你的孩子？云野，还记得吗？6年前那天晚上，南野大酒店，那天晚上那个男人是你？没错，那天晚上我体内病毒发作，闯入了一个房间，跟里面胸口有纵尾花的女孩发生了关系。我及时被属下救走，没来得及给你一个解释。你当时不出来解释，你害得我差点丢了性命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？对的，我知道是我的错，所以我这几年一直在寻找你，我一直在想办法弥补你。不需要，冷冷和暖暖不是你的孩子。你错了，我给暖暖做了亲子鉴定，暖暖是我的孩子。苏总，你做事还真是周全。你以前没有出现在我孩子的事情，你以后也不需要再出现。不准的，他们身体里还流着我的血。怎么，苏总真想跟我抢孩子？放开我！江月音，你就这么决定了带暖暖和我走是吧？对，他们不需要我这种父亲。你要带他们走，我跟我认。但是我要给你们看一个东西。还记得这个吗？6年前我无意带走。母亲留给我的手镯，还给我！我可以还给你，但你要答应我，你和冷冷、暖暖在我身边留半年，半年时间之后，我把手镯给你们，还你们自由。哇，大叔真是又帅又有钱，家里又豪华。你要是喜欢，我随时都可以给你买。宝贝们，妈咪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：你们愿不愿意有一个 daddy？ 最后他们幸福的在一起。大大，你白天的回答我都听到了。宝贝们，妈咪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：你们愿不愿意有一个 daddy？ 愿意。爹地，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。哎呦，我的女儿啊！可是，哎，你哥哥还有妈妈不太能接受我，我只有半年的时间。如果到时候他们还不接受我的话，咱俩的父女情缘可就散了呀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肯定没问题。你一大早上呢就说要来游乐园，你想去哪玩啊？就这儿吧。你不是最怕恐怖的东西吗？怎么会想玩鬼屋呀？我之前是怕，因为现在有爹地了，所以我就不怕了。这样还就去。现在后悔来得及，我才不会负责呢。好吧。好去。怎么了？在外面有个爹地好好玩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这门自己开啊！我走了。
你要是害怕的话，你可以闭上眼睛。闭上眼睛怎么走路啊？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拉着你走。啊，我真的不需要你皮。算了。啊！拉着我。这里这么黑，反正别人也看不见。走吧，继续。你没事吧？闭上眼睛，我还是害怕。来，我扶你起来。我好像腿软了。腿软了？那我只有一个办法。你为什么要让他们单独去鬼屋？因为妈妈也怕鬼呀。妈妈在害怕的时候就不用假装坚强了。你看他来了。有时间吗？我想和你谈谈。你想谈什么？虽然暖暖支持你和妈咪，但我并没有认可你。我知道。任何欺负妈咪的人，我都不会放过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欺负他的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他。我不听你说什么，只看你做什么。这小子真像我。佳佳，刚刚总部来的消息，你被解聘了，不好意思。我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要解聘我？这个嘛，让我来告诉你。是我让老板解雇。江月英，你在金海就别想找到工作，动不了苏总，我还动不了你。你想逼我离开金海？对，你自己走，脸面还不会太难看。你这么想让我走，看来我对你的威胁很大呀。我江家大小姐，我还怕你个穷鬼不成？少夫人。欢迎少夫人莅临商场视察工作。什么情况？少夫人，商场本就是少爷的产业，自然也是您的产业。谢谢李叔告知。少夫人，江月英，你和苏总结婚了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既然这个商场是我的产业，那以后就别让他进来了。是，少夫人。江月英，你给我等着，随时奉。今天的事儿，谢谢你。你说什么呀？我不明白。你别装了，李叔只听你的吩咐。要不是你支持他，他肯定不会大张旗鼓的帮我的。你是我的老婆，我怎么可能看着你被别人欺负？那我们也只有半年的合约。那就在这半年里，不让他被别人欺负。苏，苏好！李叔，少夫人来了。你怎么不去请医生呢？没用的。怎么会没用呢？不管什么病，总要请医生来试试看呀。少爷这不是生病，而是中毒。这毒发作时，仿佛被火烧一样，痛苦极致。而且此毒无药可解，目前只是用药物压制而已。但这几年，药物已经无法压制少爷身上的毒了。好热，少爷。你说还有什么办法吗？哪怕让他不要这么痛苦也行。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
少奶奶，救救少爷吧！快起来，李叔！您这是做什么？6年前，少爷遇到一个女子，和她合欢时，她身上散发出一种特殊的味道，能消除少爷发作时的痛苦。6年前，少爷遇到那个女子，就是少夫人吧？虽然听起来有点奇怪，但李叔不会拿苏梦恒的身体开玩笑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谢谢少夫人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虽然我还没有完全接受他是我的丈夫，但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这么痛苦。苏梦恒，你要觉得如此冷，我可能我重来一遍。昨晚的无法是他帮了我，所以我们……天啊，这种情况我要说什么才好呀？都领导说，我没事。那你赶紧去公司吧。我不想去公司。为什么？你参加培育老婆孩子了吗？你放心，你对我做的事情我了解，我一定会让你的。我会让你爱上我，心甘情愿成为我的妻子。苏总和副主任好。苏总好，副主任好。副主任好。我们还没有讲呢，他为什么叫我苏夫人？是我放出去的口风。你要有了这层身份，学会结婚。来，贱人，还没结婚就自诩苏夫，丑不了。一样，他是你的靠山，我们不要轻举妄动。没想到你能攀上苏家这样的好事，带上爸爸呀！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月言，如今你已是苏总的妻子，是不是该领着女婿、外孙女常回家看看？哼，当初把我赶出江家的是他，现在求着我回去的也是他。不过他只是私下找我，定是没和白蓉蓉和宋怡儿商量过。女儿，你不会是还在怪罪爸爸？爸，咱们血脉相连的，有什么怪罪不怪罪？不是不想回去，只是我这回去了，白姨和表妹肯定是不欢迎我。这你放心，这个家爸爸说了算，他们都是些外人，我随时可以让他们滚。江雄，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你干什么？你打我！撒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！看看你的样子，在丢我的脸！妖狗，一岁猫！你就是个笑话，你知道吗？江月莹根本就不是你的孩子，戴了这么多年绿帽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没想到我不是江雄的女儿。你这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？我高兴的是，我不是那个混账的女儿。不高兴的是，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，我心里空落落的。对不起，我一定替你知错。谢谢你，苏梦恒。妈，爸爸竟然因为那个小贱人伤了你。唉，有什么办法？谁让她现在是苏夫人，谁都想巴结她。就算他有苏梦恒给他撑腰，又能怎么样？
我总会找到机会搞死他。喂，哪位啊？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，你只需要知道我能帮你对付苏师姐。苏小姐，有兴趣合作吗？合作？哼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因为我讨厌苏木，并且只有我有实力能可靠。老大，不好啊！老大，公司的内部系统一大早被黑客攻击，全部陷入瘫痪。不是你们这些程序员都是吃白饭的。对战了几回合，都输了。我要有一点办法的话，我也不会找您啊。好了，我知道你下去吧，我自己想办法。是。哥哥，该不会是你干的吧？自己一个公司太 low， 我才不干这么没私的事。张老，我听说你是电脑高手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不可以。张老，我现在特别需要你。有多需要啊？就像妈妈和暖暖需要你一样，我也特别需要你帮忙。让我试试看。怎么样，有结果吗？有，小少爷一出手，那些我们之前高薪聘请的黑客根本就不堪一击。只不过我搞不懂啊，老大，你为什么要花这钱请那些黑客攻击自家网站，再让小少爷去解决？你处理吗？冷冷他一直不接受，那是因为他怕有了我以后，妈妈和暖暖不需要他了。所以我做这些，就是想让暖暖知道，他是不可替的。啊，老大，高，实在是高呀！好了，你别拍马屁了。好，赶紧帮我调查这个手镯的来历。好的，老大。这是月英的母亲留下的唯一遗物，或许会和她的身世有关系。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妈妈，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。谢谢宝贝。妈咪，我也送给你了一个生日礼物。好乖。你的礼物了，可别说你没准备。自从那天后，冷冷愿意主动和我说话了。哇！你买这么多礼物干什么？一共27个礼物。之前每一年的生日礼物都给你不少，之前的日子无猜礼物，我这次不想再错过。这个男人也太会说情话了吧！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可以吗？老大，这个手镯很是神秘，我查了很久，实在是找不到它的确切出处呀。要你何用？那倒也不是毫无线索。这个手镯的花纹十分特殊，据说是隐世家族。隐世家族？我倒是听爷爷说过隐世家族。隐世家族有2派，凤家和龙家。这2族从战国时便存在，虽然他们本家从来不出世，却能够通过特殊的手段影响着社会格局。隐世家族真的存在？老大，这个我也不知道呀。立刻给我查隐世家族的所有信息，不管是有出处的还是道听途说的，都不能放过。是。如果隐世家族真的存在，月英和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今天说好要给苏万红送饭，让他尝尝我的手艺。这位先生，
你没事吧？需不需要我帮忙？没事，就是饿过了，我胃病犯了，忍一下就好了。我这儿有饭菜，要不你先吃一点，对吗？你真要给我？我做的饭菜如果能帮到别人，我会很开心的。我有事，我得先走了。这个给你，你记得按时吃饭，照顾好自己啊！拜拜。喂，周游，帮我查个女人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，你把我的午餐送给一个陌生人，让我在这里挨饿？好。你刚刚叫我什么？阿恒呀，不喜欢叫。我非常喜欢。他没有喊我的权利，说明我在他心里已经不一样了。你现在是在干什么？可是我很饿啊。那我给你点外卖。来不及了，我现在就想吃。吃什么？吃你啊！你在工作时间，我也被看了。你放心吧，没有人这么不长眼的叫你。是了，夫人也在啊。廖凡，你最好有什么事情说。老大，安陆公司的申购失败。战总抢了苏氏集团的生意，到嘴的鸭子飞了。苏墨恒他现在头都要疼死了。这只是刚刚开始。最近公司的好几个项目都被这个战氏集团截胡，看他们的手笔，不是为了赚钱，更像是刻意和苏氏集团作对。他们到底是什么来头？阿恒，你最近每天晚上都熬得很晚，是不是公司出什么事情了？无端力量棘手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能解决。他怎么会知道阿恒的公司出事儿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那我先回去了。你忙完早点回来。没关系吧，注意安全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要什么条件，你才不告诉我。姐姐，你还真是一句废话都不说。我的条件很简单，就是你跪下来求我，我就会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。六爷，你还想把我是不是？展开你的脚。姐姐，苏总他对你那么好，你就连这点小事都不肯为他做，让他知道他该多寒心啊！我数到1，你要是不肯，我就要走了。3、2、1，这就是你的答案。你难道不想帮苏墨恒吗？宋宇啊，不太了解他，你不过就是想通过羞辱我来拉踩啊！我哪怕求你，你也不可能告诉他事情。你就等着苏家破产，变成穷鬼的苏墨恒，你还会喜欢吗？可我喜欢阿恒，从来不是因为他的地位、身份和财富，哪怕有一天他一无所有，我可以养着他。神经病！他真是要赢了。是，老大真是好福气。本是想让廖凡跟着保护他的安全，没想到竟听到这些话。怎么样？检查结果出来了没？出来了，情况不太乐观。苏先生，你的毒素已经扩散了，如果迟迟找不到解药，恐怕……我还有多久可以活？不知道阿恒回家了没有？苏总，
你都是有家室的人了，干嘛还要来找我？有一句古话叫做“家和苗人关系”。江元英纯是纯的，哪有你会找不了？苏墨恒，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既然被你发现了，那我就不瞒着你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以前的宠伴。我最近压力实在是太大了，不找他还想搬家。那我算什么？玩具都有玩腻的时候。江月烟，你别太他妈把自己当盘菜。我真看错你了，苏墨恒。苏总，你既然这么爱他，又何必要演这一出？你不懂。苏先生，如果无法解毒，你最多只能活1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将死之人，何苦将他留在身边？老大，詹氏集团最近抢了我们好几笔生意，不过按照老大的吩咐，收购了他们很多的散品。好，做得非常不错。等到时候，我们就给他们致命一击。你最近毒发越来频繁了，你还是好好休息吧。我的时间不多，把该做的事情做好。等我稳住苏氏，就将公司转到月音名下，让他和孩子有所依托。爹地，妈咪被人绑走了。什么？好，别急，我马上就过去找你们。老大，你现在的毒发期让我去吧。放开！我可以死，但这月音不能有半点常识。月夜，月夜。爹地来的这么快，他对妈咪说的那些话肯定都是口是心非。妈咪呢？妈咪没有被绑架，是我和哥哥说话的。哎呀，你们为什么？妈咪说你有了其他的女人就要和你分开，但是我和哥哥都不相信你是这种人。所以我们想出了这个办法，试试你对妈咪的爱。现在看来，我和哥哥是对的。虚惊一场。爹地，不好了，妈咪真的被人绑走了。什么？江月音，你总算是落在我的手里。起来！有了苏墨恒，你还真是不好抓呀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别急嘛，姐姐，一会儿你就知道。走！放开我！救命！救命！放心，这个水池已经废弃很久，就算你捅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救你。你下去！你说什么？有年前你就该死！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苏墨恒，你不是玩腻我了吗？你为什么还要来救我？好，以后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我却在等着你的这样，还在念念不忘是你的好。原来他的身体状况竟然这么糟糕，只剩下1年的时间了。你怎么这么傻？
什么事情都要一个人扛。好。咦？你什么都来不及都告诉我。你逼我走，是害怕我以后为你的死伤心，对不对？你太笨了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化。我就是想让你难受。你只有1年的时间，如果真正的为我好，你就可以看在你接下来的时间里，紧紧地抱紧我，让我们珍惜剩下的那一份，这才是真正的为我好。交出岁月，只交换一句抱歉。时间只是见证，不听旁人的劝，眼看回忆里烽火漫天。战先生，你终于来了！我差点就弄死了江月音，只要他死了，苏墨恒他就会崩溃，苏氏集团必然不堪一击。闭嘴！你要是敢杀了江月音，我就扒了你的皮！为什么？你不需要知道原因，因为你已经是个弃子了。妻子的下场，你懂的。少爷，老爷发来信息，让你立刻回云城。什么事儿？据说和凤家有关。没想到我会和苏总、苏夫人坐在一起喝茶。我也没想到战总会邀请我们夫妻一起喝茶。战总给我发邀请函，约我去喝茶。他或许想跟你谈生意。谈生意不行。奇怪的是，他特意叮嘱我，让你跟着我一起进去。那我们就一起去后会这个战。苏总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马上就要离开金虎，特意向你。据我所知，战总的公司现在势头正好，他为何偏偏选择这个时候抽身而退？家族长辈有名，不可不从。敢问战总家乡哪里？小门小户，不足挂齿。也罢，那我以茶代酒，祝战总一路顺风。苏夫人，请。谢谢。夫人的手镯成色很漂亮，可有来历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那个花纹是长辈传下来的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。看来他根本不知道这手镯意味着什么。战总打算什么时候离开金华？明日就走。不过我有预告，我们马上又会见面。阿红，我穿这个衣服好不好看？你妈妈会不会不喜欢？你放心吧，你穿什么都好看，你在我心里好看最重要。少夫人到。苏夫人好，你就是江月音。你这个庸脂俗粉，怎么能配得上我儿子呢？我听说你根本就不是江琼的女儿，像你这种身世不清白的，凭什么？啊，够了！江月音妹妹心事，是我配不上她。再说这几年我一直在调查她的身份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她在我心里的地位永远。你个狐狸精，竟然
敢让我儿子公然忤逆我！苏夫人，首先我不是狐狸精，是为来您的家人。其次，并不是反对您这种话，阿恒只是说出了自己心里的事情。最后，尊重是相互的，我敬您是长辈。如果你再随意羞辱我，我也会反击。知道。好，你们一条心。没有妈，是你太有偏见了。好了，不说他了。儿子，雨儿明天就从国外回来了，你得去机场接她呀。雨儿是谁？他是我儿子正儿八经的未婚妻。林有人根本不是我的未婚妻，那是我妈，在我小时候定的娃娃亲，根本不作数。你可真没用，自己妈都搞不定。爹爹，白天的事我们都听说了，豪门嘛，总有一些糊涂的长辈，你说要让我怎么帮你？我们兵分三路，各个击破。但是苏家最有话语权的是老爷子，老爷子常年里不管俗事，让他帮我撑腰，有点难度。让我来吧，没有人可以抵挡我的可爱攻击。你在我楼上干什么？当然扯证了。但是你妈妈还没有同意我嫁给你。是你嫁给我，又不是嫁给他，管他信不信。真的假的？是啊，以后我们是合法夫妻，再不会有任何人。那以后请多多指教了。我们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得打电话告诉老母们。不是，扔了，阻拦林雨儿就靠你了。哪来的野孩子？快点让开！我是苏梦豪的儿子，如果你想嫁给我爹爹，你就是我后妈。我，这是我爹爹，助理你应该认识。是，他是老大的孩子，是苏家的小少爷。没关系，只要能嫁给苏哥哥，做后妈我也愿意。不反对你做我后妈，但我告诉你，我爹爹已经结扎了，会有孩子的。我是苏家唯一的继承人，等我爹爹死后，我的日子会很难过。苏哥哥结扎了。啊，是。老大说，这辈子有小少爷一个很不错。小少爷可真会玩。在豪门没有孩子的女人会有多惨，你是知道的。你真的愿意吗？这种怪物小孩，鬼才要做他后妈呢。我和苏墨恒的婚约只是长辈随口说说，不能作数的。我呢，就先回美国了。你代替我向你爹爹好好解释一下好吗？好。连长辈认可的婚姻算不得数。法律都认可了，你还能比法律大？苏梦恒，你这是要造反！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，要么留下我，要么留下他，你选一个吧。暖暖怎么还不回来？他才是最后的大招。那你就走吧。哎呀，老爷子，您怎么来了？终于到了。但是苏家最有话语权的是老爷子，老爷子常年里不管俗事，他帮我撑腰，有点难度。让我来吧，没有人可以抵挡我的可爱攻击。哎呀，老爷子，您怎么来了呀？哼，我再不来，我的宝贝曾孙子、曾孙女都让你赶跑了。哎呀，老爷子怎么会呢？那你怎么不会接纳月音呢？哎呀，他配不上您孙子呀。太爷爷，是的，我妈妈可好了。我们暖暖说的对，能把我暖暖培养的这么乖巧可爱，你妈妈一定非常好，对不对？爷爷您好，我叫江月英，是阿红的妻子。哦，哎，好，非常好。哎呀，你们很般配呀！来，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
这家和呀，万事兴啊！少爷，不好了，外面有几十辆车把苏家全部给围住了。不知是哪位贵客登门拜访？这些人不是傻子，让我们见过去。恭迎大小姐！恭迎大小姐！恭迎大小姐！是的，你手上的手镯是凤家嫡系一脉的信物，我不会认错。那你认识我父亲？当然知道，你父亲名为凤霄，当年本该是他继承家主之位，但是他却爱上了一个外族女子，并有些私奔了。那个外族女子就是我的母亲。是的，凤家是尹氏家族，不允许与外族通婚。最后，表哥被抓回来不久，也抑郁而终。就是因为你们这些破闺女，拆散了我的家，还逼死了我的父亲。那是家规，不可破。那你现在还来找我干什么？你父亲死了，你是凤家唯一的继承人，我们是来接你回去。我现在已经不信凤家，和凤家没有半点关系。只为了你走，我是不会让你把月英带走。苏家不过是世外的好，你们瑞的权势地位，给尹氏家族提鞋都不配。只要杀了你这个外人，大小姐就可以与这凡尘俗世断得一干二净。你想杀他，就先一枪打死我。大小姐，我不敢。毒发频率变快了，必须尽快要找到解药。没事，你别担心。他这是中了血燃之毒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在凤家专攻毒术和医术。那你有办法救他吗？确实有办法，但是必须要有老族长的命令，我才能救他。你别信他，他就是为了骗你，让你进凤家。我知道他在算计我，但为了阿和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我可以答应你，和你回凤家，但我必须要带上我的丈夫和孩子。好。凤小姐，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和凤家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只是凤家的客人。没错，我来介绍一下，我们尹氏家族有两族，凤家和龙家。如今龙家本家已无继承人，日渐式微。战家是龙家最有势力的一脉分支。难怪战子怡能在商场上肆无忌惮，原来他有尹氏家族的背景。只是他为什么可以针对你？没想到战主如此深藏不露。真正深藏不露的是江小姐，不，应该叫凤小姐。我只是龙家的分支，而你可是凤家第一顺位之人。可是我对继承凤家没有半点兴趣。老族长还在议事厅等您，叫起我来。族长，现在没有外人，你可以叫我爷爷。我还是叫你族长吧。你这孩子，你这倔强的样子，跟你父亲真是一模一样。您找我回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老了，你父亲又走了，那自然应该由你来接替我的位置。我可以接任族长的位置，不过你必须要治好我的丈夫。自古凤家是和龙家人，而你却和一个外边的贱人结婚，这已经是大逆不道。你现在立刻跟他离婚，我还能保住他一条命。难怪我父亲当年要离家出走。像你这种傲慢自大的尹氏家族，活该无人尊称。
你放肆！组长，你就当没有我这个继承人。飞爷，想什么呢？是不是你爷逼你做什么事情了？没有，他只是让我做一个决定。你如果不做继承人，那个男的就得死。你现在这住一晚上，等你想清楚了，明天再回答也不迟。或许我们可以假离婚，等骗到了解药。爷爷，凤家比你想象的要更难对付。也不要忘记我在医院跟你说的话，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活多久，而是我们是否能够珍惜现在相处的每一段时光。我知道了，不需要你救我。其实我知道我的真实救了我，其实我会过来的。你不会再被他威胁了。组长，我想好了，我不要解药了，我也不当什么继承人，我们打算今晚就走。您多保重。慢着！你以为凤家是你们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来人！把这个男的给我杀了，把大小姐关到包里去。你快走，兔子，我看你下次赶紧走。不走，你干什么谁都行。如果你再执意夺夺香槟，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。不走！你真的愿意为了这个贱民去以命相护吗？他不是贱，他是苏某豪，他值得我为他做任何事。报告组长，不请自来，还请见谅。张子玉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你来做什么？毕竟我和苏先生还有凤小姐也算是朋友一场，实在不忍心看到这个场面。不过我倒是想到一个办法，也许可以让双方都满意。什么办法？凤老先生可还记得绝地试炼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让这个贱民去参加绝地试炼？没错，按照族规，任何人只要通过了绝地试炼，就可以成为尹氏家族的人。如果苏先生通过了绝地试炼，那么他也就有资格迎娶凤小姐。可是，从未有人活着通过绝地试炼。天下没有白掉的馅饼，什么事都有风险，就看苏先生愿不愿意冒这个险。苏某豪，你是否愿意参加绝地试炼？愿意。你为什么要答应去试炼？你知不知道那有多危险？下个计划。你不去试炼，我们还有1年的时间。你去了，你可能3天都没命了。你会不会算账？你这是不相信？什么意思？你放心吧，我会平安的通过试炼，然后回来请你。我要不是凤家的什么继承人就好，我们可以过那些普通的小日子。可是你在我的眼里，永远就是那么耀眼尊贵。我怎么藏都藏不住，我也要用实力证明自己，有足够的实力能给你幸福。你明天就要去试炼，我不该跟你跑，我应该相信你。这个什么说法？你带着他，就像我陪在你身边。战先生的字写得越来越气势磅礴了，这次真的是特别感谢你告诉我大小姐的消息啊！客气了，凤先生，毕竟大小姐认祖归宗的话，很有可能是我的未婚妻。
既然你喜欢大小姐，今天在议事厅为什么要提出绝地失恋？这不是在帮苏沐恒和大小姐解围吗？大小姐性格刚烈，宅心仁厚又冰雪聪明，逼得太紧的话，她一定会誓死保护苏沐。我只是不想让大小姐受伤而已。所以你想借绝地失恋，不留痕迹的除掉苏沐恒。只是，万一他通过试验，无妨。就算他通过试验，我也有后手，他必死无疑。绝地失恋的场地就在这片密林。你若是能够在后天太阳落山之前，从这片密林中走出来，就算是通过了秘密。好的。这密林必定危险重重，你一定要亮亮人气。可以，等我。这不是武器，更像是瘴气。必须尽快走出这道瘴气。追走这瘴气来。爹地，爹地，爹地，宝贝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梦见爹地死了。宝贝做噩梦了。好了好了，不怕了啊。龙家本族原来有个小子和你同龄，也是你正儿八经的未婚夫。后来的小子因为家族斗争而夭折了。族长，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这郑家虽然是个旁支，但是现在他的势力已经超过没有传承人的本家了。这次苏沐恒要是死在里面回不来了，那你就嫁给郑家了，小子。阿恒不会死，就算他死了，我也终身不嫁。我这辈子的丈夫只有他一个。你这是要气死我呀！钟小姐，你就这么不待见我？你能听到了？老房子的隔音嘛，不太好。你来的正好，我也有事想问你，是不是那天你看到我手上的手镯，就猜出来我是凤家，然后誓言给他们通风报信，让他们找到？凤小姐果然是冰雪聪明，叫我是你多事，阿红就不会去冒险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一定不放。有意思。凤小姐，我真是越来越喜欢。一定。雪然是世界上最强劲的动物，它吞噬了低等的蛇头，竟救了我一命。这河水竟带着彻骨的寒意吗？不行，我的体力根本支撑不了我游到对岸，只剩下1天了。如果让我无法在明天太阳落山前走出密林。月音，等我。好冷，一定要挺住。月音还在等我回家。该尽快生火，不能倒下，否则一定会因为失温而死。月音，冷冷，暖暖，啊，
爸爸让你们失望了。妈咪，弟弟会平安回来吗？会，一定会。冷冷说的对，爹地一定会平安回来。时间已经到了，他没有完成历练。胡说，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山，时间还未到。你这么坚持有什么意义呢？你不会懂。爹地，你是最棒的。爹地一定要出来呀！阿恒，快点走出来啊！我和孩子都在等你。回来了，我们一家人终于又在一起。月夜，刚才差点动了连一点知觉不来，但是有这个暖意手镯，它保护住了我的心脉，让我醒了后来睡觉。那以后你的命就是我的了，我不让你死，你就不许死。好，我爱你。爸比妈妈，你也停了吧。苏墨航，你竟然活了出来了！恭喜苏先生，你这是通过了绝地试炼的第一人呐，确实了不起。凤老组长，既然我通过了试炼，那您是不是应该不反对我了？当然了。等等，苏墨航，虽然你通过了试炼，但你还不能迎娶凤小姐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按照祖训，若是尹氏家族有人反对继承人的婚事，就可以提出生死战，而且继承人的伴侣必须接受。你要挑战我？是啊。什么时候？就是现在。战子月，你这个小人，你现在挑战苏墨恒，你就是趁人之危。是又怎么样？凤小姐，如果苏墨恒不接受我的挑战，那你们的婚姻仍然不正式。你够了！战子玉说的没错，按照族规，他有资格挑战苏墨恒。如果苏墨恒输了，想取消他，迎娶你的子堂。为什么会有这种破规定？因为大小姐地位尊贵，做你的丈夫，要求也要严苛一些。战子玉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阿恒，没事，没有随便得来的真本，我会让所有人证明我对你的实力真心。试炼已经耗尽所有体力，只有速战速决，才有一丝赢的可能。苏总，这点怎么有气？是没吃饭。苏墨恒，真该死了！苏墨恒，死在我的手上，不丢人。阿恒，站起来！阿凤老组长，现场显而易见，是不是可以宣布回家？我要带月英和孩子们回家，绝不能倒在这里。身体好烫，但不是毒发的感觉，似乎有一种力量要喷薄而出。站子玉，还能站起来？没用，你别高兴太早。自爆！他刚完成绝地试炼，怎么可能还会有这么强的力量？战子玉，游戏结束了。3、2、1，我宣布，此次生死擂台战，苏墨恒胜利。爹地，你是我的榜样。爹地，你拿着钱，我帮你吹吹去。走。
是龙丸，它是龙家的血脉。还好，你终于醒了。我赢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。以后没有人能分开我们了。你受苦了。可你是甜的。我看你是不是没事了？这么油嘴滑舌。哎，好像真的没事了。我明明记得我被打成重伤了，我现在反而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。我现在甚至感觉精力很充沛。难道阿恒能快速恢复和组长说的龙家血脉有关？有空得去请教一下。月月，你想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那挺好呀，以后你就不用我帮你了。我需要死你可比那个染血更让我灼热。不行，你现在身体刚好，可以。怎么还是无心？我就生给你看。你说什么？苏恒身上有龙纹？是的，当时在场的人全都看见了。只有觉醒后的龙家人身上才会出现龙纹。苏沐恒和龙家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苏沐恒，绝不能留。苏沐恒，你经受住了所有的考验，你们这门亲事啊，我认下了。以后你们该叫我爷爷了。爷爷，你上次说阿黄龙之血脉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为何尹氏家族都非常看重嫡系血脉？还不是因为他们迂腐？非也，那是因为嫡系血脉都非常特殊，具有唤醒龙之力和凤之力。这凤之力有治愈和净化的能力，而龙之力则能让人变得勇猛和强大。莫恒啊，因为你的意志和信念觉醒了你血脉里的龙之力，所以啊，才能战胜战子玉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月英是因为有凤之力，所以帮我们解了燃血之毒。月英并没有完全觉醒凤之力，所以只能暂时缓解你身上的毒。等他觉醒之后，就能彻底解除你身上的毒。所以爷爷上次说的解毒之法，就是帮我觉醒凤之力。孩子啊，只有在九死一生的情况下，才能觉醒凤之力。你确定要这么做？不要，月英，我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很危险，所以我不愿意这么做。阿恒不肯让我冒任何危险，和他争辩也没有意义，还是以后再慢慢说服他。可是我是苏家的孩子，那为什么我拥有龙之力？这个就需要你今后啊自己去探究了。你放心哈，我会尽力去找到真相。月英，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，你给我来一下。打开看看。这个手镯跟我母亲留给我的一模一样。是的，这手镯呢本是一对儿，它不仅是凤家的家族信物，一个呢由族长保管，另一个由族长的继承人保管。你父亲是我钦定的继承人，后来他把手镯留给了你母亲，而你母亲呢又给了你。所以，爷爷，你现在是要把这个手镯也给我吗？是的，爷爷老了，要把整个凤家托付给你了。爷爷，这手镯不仅是信物，
他更能号令整个凤家。有了这个，今后再没有人欺负你了。孙女儿，前一阵儿你受苦了，今后有凤家为你兜底，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。谢谢，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。其实我会一个人回家，也不在凤家里去。你放心一个人。再说了，我把冷冷暖暖留在家里，爷爷不知道都很心凉。其实，小志，我来，这人是我们的。那怎么办？列车，任务没有出现。李英，救援现在。队长，谈到地点，队长留后头。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回家？他们敢证明不知道你们是谁，看你也是在附近的必经之路上。现在最后就在你受伤了，哥哥！你到底撑了多久？我有人之力，身体组织比其他人强。有人之力只会让你身体强健，并不是让你刀枪不入呀。你发烧了，你等我，我去给你买药。你等我。你好，帮我拿一点消炎药、退烧药，还有绷带、酒精。你好，这几个小时里边有没有人来买绑带或者消炎类的药品？有的，刚刚有一个女人过来买这些东西。她去哪儿了？她往那边去了。少爷，果然如你所料，苏沐恒受伤之后就没有回家，也没有去医院，就一定会来买药。说重点。江月英刚才来买药了。是你，凤小姐，我们约见。机场的杀手是你的人，你为什么要杀我们？准确的说，只想杀苏沐恒。告诉我，他在哪？否则，我不保证自己不会明白。你，老大，你醒了？你身体有没有不舒服啊？梁帆，云，我带人赶到废弃工厂的时候，只看到你躺在地上昏迷不醒，没看到夫人。我记得在我昏迷之前，他就守在我旁边，他怎么可能消失啊？那会不会是被杀手带走了？不可能。如果杀手找到我，不会给我留下一条性命。那立刻派人调查苏夫人，着重调查战子明。是，老大。听说你2天没吃饭，怎么？你觉得绝食有用？当然有用。我不仅是苏沐恒的妻子，我更是凤家的继承人。我要是死在你的手上，凤家是不会放过。这种境地下还能冷静分析，有意思。我喜欢。战子，你收手吧。江月英，为什么你的眼里只有苏沐恒呢？我可以放你，只要你成为我的女人。真让我恶心！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！你以为会怕我？
苏梦恒就那么好吗？值得让你为他去死吗？苏梦恒值得我为他做任何事情。你那么爱他，可惜你们再也见不了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因为他已经死了。你是骗我！你是不是来骗我？他如果没死，为什么还不来救你呢？江月音，我再给你3天时间，到时候由不得你。你回来！不可能，他不可能会死。我一定要想办法出去，把这弄个明白。老大，查清楚了，确实是战子玉绑走了夫人，杀手也是他安排的。廖凡，立刻派遣苏家的所有追随者，立刻跟我去战家要人。可是战家有尹氏家族做靠山，我们恐怕……闭嘴！就算拼个鱼死网破，也给我救出月音。战子玉，把我的夫人交出来，我能给你留一全尸。苏总，你找自家夫人，怎么找到我家里来了？难道你怀疑我和苏夫人有一腿？战子玉，如果你还敢侮辱我的妻子，我下一枪打的就是你脑袋。苏总，你既然要找苏夫人，那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她在我这里？如果你能拿出证据，我向你磕头认错；若你没有证据，请你立刻离开这里，搜遍整个战家，闭目证据。走，慢着。苏总，你无故搜查我家，这若是传出去，苏家不仅臭了名声，还会与我战家为敌。你难道要弃整个苏家不顾吗？战子玉，不要上去！长老，等等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发现妈咪有危险了，所以我们及时赶过来了。我知道妈咪在哪。还得再弄一点，才能让芯片被开开。妈妈身上有我研发了一种特殊芯片，当它身上有异样时，系统就会向我发出警报。我设置了芯片的位置，显示它就在这里。快人，快把妈咪还给我们！没想到你这小家伙还有这种本事。战子玉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怎么狡辩？苏墨豪，既然如此，我也没什么戏可做。没错，人是我绑的，杀手也是我安排的。今天你既然来了，就别想活着走出去。丰田，你带冷冷和暖暖先走，这边我来处理。好，那你一定要把大小姐救出来。别放弃，走。谁也不许走！战子玉，你别忘，你的对手是我。战子玉，给我跪下！中路大人，你可知他是谁？他是我龙家嫡子，我的亲生儿子。中路大人，您的亲生儿子不是在20多年前就已经夭折了吗？他一定是骗您的。放肆！你跟苏墨恒擂台决斗时，他身上的龙身现世，难道你不知情？不知。好，我就当你不知。我现在告诉你，苏墨恒就是我龙家的继承人，也是你效忠的主人。你可有异议？龙家最重规矩，就算我要夺取，也要先做做戏。没有。儿子，你还活着这么多年，母亲对不起你。这位女士，对不起，我叫苏墨，我的母亲是范平，
我知道你有个母，那日冯老爷送信过了，说我的孩子还活着，我也不信。最后我派人查了。主母大人，范平产下的是死胎，他害怕他范家地位不保，所以他买了一个男婴。所以苏梦恒不是他亲生的。当初做人没斗，我让管家带你去避一避，最后说你夭折了。现在想来，他肯定是被仇人收买了，宁愿杀了你，他于心不忍，他才把你卖掉。原来你才是我的真正母亲。是。弟弟，你们事情晚点说，先找妈咪呀。不好意思，我妻子没有回家。我懂，你去找她。这里有我在，文子玉不敢干什么。跟我来。月月，月月，别怕啊，我来救你了。展子怡就是这么虐待你的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让我的身体失温，这样我能在回家的信号把消息传给你。月月，对不起，不怪我不在那生活。别让我在北京，好冷，带我回家。好，回家。我请你回家。你没什么大姐。谁敢这样对待我儿媳？儿媳，就是你的复杂的错，正在给你解释。您好，我叫张月英，是阿航的妻子。不要这个姑娘，去死！去死！别动！月月，救护车！病人心率急速下降，手术准备。月月，你别抛下我！加速时速。我真的废了，你居然失手了！如今伤到了江月英，周游被奉天带回凤家时，如果江月英平安无事，他还能替我顶一次云溪水。万一江月英有个三长两短，一个周游怕是熄灭不了凤家的怒火，要把我也搭进去。不行了，不能坐以待毙。以下只有一个情况可以让我决定怎么办。月月，你醒了！医生说，你要是再不醒过来，你可能就……我是不是活过来了？一个大男人哭成这个样子，是什么样子？在老婆面前哭，不丢人。你醒了，谢天谢地，龙家跟傅家祖宗保佑，你真的是龙家的孩子。是，已经做过亲子鉴定了，我母亲那边也承认，我才是龙家的嫡长子。他才是我真正的母亲。当年虽然平息了内斗，但你父亲还是被害。若不是为了撑住龙家，我早就去了。儿子，等找到你，妈，你此生无悔。妈，别这么说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替你们守护龙家。最近几年，战家欺负我们龙家本家无人，一心想取而代之。他放冷枪，就是怕你回归龙家。他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就算没有这次，他动了羽翼，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他。不好了，大爷，和我奶奶被绑架了。
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我听说你醒过来了，就想着带冷冷和能量来看你，没想到我的车在半路上被截住了，下来一群人直接绑走了孩子。他们没杀我，是为了让我给你们送信呢。这是冲我们来的。是真的，是他带走了冷冷和能量。您身子这么虚，可去不得呀，大姐！我必须要去，那是我的孩子。哎，龙家主母，您快劝劝大姐啊！儿媳，妈特别理解母亲对孩子的感情，妈不去，只求你们能平平安安回来。谢谢你们。冷冷，你过来！你别回来！别动！战子怡，你听好了，你说的所有要求，我们都可以满足你，只要把孩子放。我的要求很简单。江月英，只要你用这把刀杀了苏木，只要他死了，战子玉，我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过节？你为什么总是三番五次的在这针对我？我们两个当然在之前。苏木恒，其实我们早就认识。苏木恒，难道你忘了你还有一个名字叫季？你怎么可能知道我还有一个名字？难道你也是安宁组织？安宁组织，在我上学时，我父亲把我送去了一个非常叫他，在那里没有死亡，只有在海，而且就是我。没错，你和我同时进入暗夜，在暗夜时，你次次都来了，而我就是那个始终被你压过一头的鬼。就因为我处处压你一头，你这么怀恨在心，你懂什么？再站下！任何的事没有拿到第一，就是家族之耻。而你每次拿到冠军之日，就是我为父亲鞭打之时。鞭子每打我一次，我就念一次你的名字。苏墨恒，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？山子玉，你原生家庭的不幸不是你伤害无辜的理由。你现在收手，凤家对你还会从轻发落。我为权力而生，苏墨恒死了，我便有机会继承龙家。如果他活着，我宁愿去死。江月英，杀了苏墨恒，否则就杀了你的孩子。哎呀！江月英，记住了，死命。好，对不起。我现在家破人亡，你满意了吗？你把孩子还给我！你那么爱他，竟然真的忍心杀了他？你低估了一个母亲想要救孩子的心。你哪怕今天说用我的命换他们的命，我都会毫不犹豫的去死。来，过来吧。江月英捅刀子的位置是心口处，不可能有假。凤大小姐，现在苏墨恒已死，龙家本家再无继承人，而我必定担此大任。到时候，龙家和凤家必然联姻，从此你就是我的夫人。单先生，我可是带着2个脱贫的男女，你都是龙家的继承人了。虽然是个二女人，但毕竟身份摆在那里，从未下也能行。那还真是我的这人。你想娶一个为你们死去的丈夫，你同意？
战子玉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这一拳是因为你一直跟我母亲作对，这一拳是你绑架我的孩子，最后一拳是让你欺负月夜。怎么了？还没死？你给我听好了，你个蠢货！我和月烟怎么可能互相伤害？战子玉之所以绑架我孩子，目的很简单，就是为了杀我。但是他为什么强调要你跟我一起去电话？或许他是想让我亲手杀了你。战子玉本就个性偏执疯狂，做出这样的事情不难理解，没有比死在最爱的人手里更残酷的事情。但如果这样，我们可以将计就计。在人心口3寸的地方，即使中刀也不会致死。到时候我们可以和他演一场戏。战子玉，你给我记住，不管是在爱宁组织，还是在龙家，你永远都是我的手下败将。苏梦河，还没结束呢。怎么回事？苏梦河，四哥，我告诉你，你的毒是我下的。死了，你也得给我陪葬。好热，好痛这次冒号你就会彻底好起来。行，好像。我这次可能是你的救。对啊，因为这次你的毒彻底解了。彻底？我之前的风之力能减轻让你血。我都说了吧，觉醒风之力要经历9死1生，你什么时候又去冒险了？我帮你挡枪的时候不就是9死1生吗？我当时清醒了之后，就觉得我身体里有种说不出的温热感，我就问爷爷，这就是风之力。再试试。你还真是不知足啊！谁啊？你们在门口干什么？我们闹洞房吗？多亏你，要是你没有磕到头，爹地妈咪不会知道我们在偷听巧巧。没事，都是自家人。对了，你们虽然有了孩子，但是还没有举行婚礼啊。没事嘛，我和阿和心意相通，不在乎这些虚名。怎么这样，月夜？我答应你，给你这一辈子最正大的婚礼。让我们聆听这对新人的誓言。苏女士，谢谢你们家。谢谢你，以后我所想接我所说，我会永远信赖你。现在是2位新人交换戒指。共你漫遊天邊，共你漫遊海角，共你雙手牽手，一起渡過白頭。無止境的愛，我經So beautiful.